我李佩仪，福昌县主，自幼备受宠爱，生活安稳无虞。9岁上元节，我见灯火映红西京夜，却不知那一晚，我家中鲜血浸染。世人皆言，我那立下赫赫战功的父亲端王，突发风疾屠戮全家，自枪谢罪。唯我身在宫中幸免于难。有人怜我年幼失户，有人咒我天煞孤星，可他们不知，父亲仁慈磊落，绝不会失死暴行。圣上怜惜，将我接入宫中抚养。可皇宫再好，也非我家；圣恩再大，也非父母亲恩。宫墙之内，步步皆是深渊，我怎能将爱恨深压骨血，敛去锋芒，静待天时？我自请入内业局，苦学查案之法，只为这天下蒙冤受屈之人讨一个公道。管他什么世人眼光，管他什么规矩伦常，管他什么生死代价，此生若为祭，换他血债血偿。圣上，你看，那远处是什么呀？
有旨。上言佳节，天子眼前既有凶犯行此凶案谋害公主，责令大理寺与内业局速查此案，接旨。这案子我来查。县主，你与宁远公主素来交好，这件案子还是交与别人来查吧。我说了，这案子我来。那就有劳县主了。在场宾客、工人，全部不许出宫，问清案发前后行踪，才可放还。是。要查出现在西南方，去对面的3座楼上找，附近出现的人着重盘问。是。县主，这位郎君就是在西南回廊被抓住的，要查飞过时他就在附近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见过不成县主。县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你用的什么熏香？将母所配，我也不知。你方才说自己叫什么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令尊可是太子太傅萧文渊？是。宴席期间为何离席？身子不适，前去更衣。更衣需绕行那么远？久未入宫，一时迷了路。案发之时，你人在回廊，刚好经过。可看到了什么？看到药叉从空中飞过，还未看清，便被禁卫拦下了。单同志，松烟墨，纸张焚烧。烧过什么？带下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县主若想破案，不妨去寻石上火与木下心，画中有乾坤。装神弄鬼，带走。是。
主，县主，县主，你没事吧？是让人置换的迷香。县主，是刘德义，死人了！县主杀人了！你是要替内业局断案，给县主定罪？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县主，我来吧。体温未散，一刀毙命，刀口深且窄，应是匕首所致。这血颜色有些深了，应该已有半克左右。县主进来前，这人就死了。县主，你看，我进来时，凶手应该刚走。刘德义配合凶手在水桶上涂上桐油，回来后凶手把说好的报酬交给他，接着刘德义毫无防备地往外走，被凶手从背后抹了脖子。之后我走进仓库查看，凶手从后窗翻出，将前门锁住，并布下密言。动作够快的，案发1个时辰不到，就把帮凶灭了口。我去追。不必追了，此人谨慎利落，帝释早就计划好了路线，半刻足够脱身。后宫一个小小的内室，不可能弄到那么多桐油。我去查。县主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。我出去走走，你把尸体抬回内业局，查完以后，来晚申朱处长。是。那人身高6尺，与顾思之相似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月亮告诉我的。身高6尺，颇有身手，还能出入宫而不受限。私交火药价值不菲，有如此资财，此人身份必然不低。那符合条件的人可太多了。朝中武官、受邀宾客，内围均无畏。此人在延寿坊必有落脚之处。是啊，购买火药时已然过了宵禁，他推着板车，断然无法离开延寿坊。县主又是如何找到此处？舞台附近发现了游血的鞋印，凶手应该会走水路。延寿坊东西南3面分别有清明渠、永安渠和曹渠之水流过。凶手出宫后很有可能藏身于此。我们的线索指向一致。对我是幻术的黑衣人，身高也在6尺。枭雄是如何判断出对方身形？顾思之可能没有注意到，那人的小臂长度恰与小巷墙壁上的门窗左右相合。西京城内百姓居所外墙门窗宽1尺5分，故那人臂长约3尺，身高确实在6尺左右。县主，太史丞，顾思之。
左郎将不是护送乌特勒王子回鸿胪寺了吗？已将王子安全送达，本应该回宫应马，但临时接到任务，协助县主来此处搜寻凶手。凶手在延寿坊，很有可能有藏身处。凶手藏身之处不会离水渠太远，应该是相对独立的院子，不容易引来邻里疑心。这人身高6尺，会功夫，防备心极强。兄弟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。太史丞也说2句。若是有预谋的藏身处，应只是租用，但并未入住。那我们各领一下，分头去查。我跟5人来查这儿，之后跟你们会合。好。太史丞身单力薄，追捕凶犯也非你所长，不如跟着我。我的确身单力薄，难堪众人，我就在此静候各位佳音。一旦有发现，就知会大家，莫要轻举妄动。是。太史丞为何会在此处？与他无关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县主可认识？太史丞怕喜，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。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竟然死了。血还未干，凶手没有走远。和舞台旁发现的嫌疑一致，都是宫中左右游靴。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县主还是怀疑我。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可县主随行我至此。说原定后佳音的，不也是你吗？这院子并未在地图上标出。方才我与顾司时经过此处，距离水渠的位置很近，离火药铺子也不算远，却在地图上未见标识，如此隐蔽，想必是凶手特意选定的。我听说过有人可依计寻人，太史丞竟也有如此本事，我当真没有看错人。可还有其他线索？鞋印残缺，目前只有这些。
县主可要亲自验尸？请太史丞回避。一刀刺在胸口，伤口足够深，才能流出这么多血。杀你的人一定非常恨你。他是谁？这媳妇真漂亮，可惜了。哎，有火药味，当心！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从这些造血印看来，此人确有六指之躯，但由于血只有残印，无法确认这些脚印是否同属一人。明日去一趟右相府，查查这未出阁的深闺女子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。你个小疯子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把我打死了，没人给你送终。你这么作践你自己，还想逃场吗？死老头，我还中着毒呢。你放心吧，吃了我的药，死不了。哎，这些我拿去补身体了。嘿，你呀，你是运气好，躲过了那盘菜。幸亏我不吃鱼。县主不吃鱼？请我吃饭别点切块。这些是公主常用的丝帕和物件，县主看看，可还有什么线索？县主，太史丞查到了什么？林宁左守在云垂楼后门，说看到一黑衣男子跑出，同我们所说的凶手相似，却被一群突然飞出的飞奴挡住了去路，让那人跑掉了。飞奴每日放飞和回笼的时间都是固定的，你查过了？
维尼说了谎，但只是这一点，也很难证明他有嫌疑。还有一点，仍需验证。那晚林宁带队送回纥王子回红炉客馆之后，你们分开过吗？我们是一起护送回纥王子出宫的，但林宁中途就离开了。之后我们是在延寿坊的坊门外遇到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普委任如斯，凡事无转移。林宁就是对婉顺情深意重之人。林宁走路时有些外八，因此鞋底外侧有磨损，和我们在延寿坊发现的足迹一致。这件事，恐怕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。收到太史城的信儿，来抓林宁。他不在这儿，早就跑了。近日不少商队往来西行，林宁很可能混在商队中伺机逃离。重点排查馆驿和城门处。不必，去码头。码头。线索如何知道？林宁是哪儿人？金陵。今日可有人前往金陵？有。可有见过一个身高6尺有余的男子登船，行色匆匆，应是包船离开的。是有这么个人，那人包了艘小船。给我一艘快船。是，请。你们4个跟上，其他人保护太史城。快一点，靠过去。先生，我不是着火了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5000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，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学郑源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哦，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都粮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
没有了盲狗简历，还是双手兄弟打的有看到，没打死啊，可惜。重写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剑劫，欢得天地。叶新一，我是正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师爷怎么能坐到总捕阙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
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，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封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正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正宫为何派人追杀我？
杀人了！啊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叶平安，这名字有些耳熟。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郑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补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。别耽误时间了，签了。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高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呢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快来，打听到什么了？打听到了吗？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里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补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
兔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补阙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路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阙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阙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少晨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
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元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水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缺遇害的时辰。
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嗣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医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补阙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嗣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审不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嗣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约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郑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郑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这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约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司城，曾宣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，且看。怎么样，南希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郑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郑元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
我按计划变换身份，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。我这替罪羊办的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一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源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源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无所不缺郑源举告户部郎中度量贪没军饷5000两，吾若身死，必视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郑公乃左补阙，有执剑之权。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郑公试探。郑公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轩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，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闲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。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好，好。